我先讲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这个美国纽约。纽约是国际知名的大都会哈，非常大。就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大城市之中呢，这有一个司机呢，叫亚当斯，记住这个名字哈，亚当斯是这个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台湾叫计程车司机。那么他是一个贫苦的普通的一个工人而已啊。那么他呢，每天拼命的工作超过12个小时，就开车呀。他有一个愿望，就希望能从老家把女儿因为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嘛，把女儿接来，来到纽约，这个父女团聚让孩子也能到纽约来，也能够受到纽约的高级文化的这个教育，让孩子见见世面。但是因为这个经济的这个贫困他就是没钱没办法弄女儿来，所以他每天拼命工作攒钱，就有这样一个非常慈爱的这样一个目的。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就约车的电话，就去了。结果去了之后，到一个公寓就是个楼房嘛。到了公寓那儿之后呢，一个老夫人就在正好那公寓门口在等着呢。这个美国的出租车司机他一看这种老人家需要帮助的老人家的时候，他通常都是下车要搀扶着老人家去安全的坐到他的车上去，甚至帮助绑好安全带，还能做一些嘱咐之类的，还要非常安静的关好他的车门，再询问老太太去哪里这通常是在北美的出租车司机都是这样，还比较周到的，还挺文明那把老太太在车里安顿好之后，司机就回来抓着方向盘，就是说老人家去哪里啊？这老太太说我去哪里呀？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这昨天医生刚跟我说说你的这个时间也不多了，也就是身体有病嘛，年老了就是又有病，你的时间活着的时间不多了。这也说我在纽约没什么亲人，真很无聊还说着幸亏就摸着胸前一个东西，幸亏有他陪着我，才使我不是那么寂寞呀。这个司机回头看，他摸的是什么呢？结果是一个项链上穿挂着一个小小的金色镶着宝石的戒指。司机一看，这个戒指圈很小这是个儿童用的戒指，但只是上头镶了那么2块宝石。他又不太敢问，因为陌生嘛。这是一种修养，人家没主动说，又是陌生人，你也别多那么问也可能人家的隐私也许让人伤感，所以不敢多问。好吧，去哪里我就带你去。就开车就走。去哪里呢？说这一次去养老院他可能之前在那儿住过要下车的时候要付费这个司机亚当斯就拒绝收费。他心里这么想嘛，可是他比较文明，又不能说你那么怪可怜孤苦伶仃是吧？这个他就拒绝了，说你这个难得为你老人家服务一次，我很荣耀很开心。其实看到他那种说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又这么大岁数，又孤苦伶仃，这是他心里的话。心里也怪难过的，都有父母亲嘛，所以就等于白给他服务一次。他们走的时候呢，2人分手，把老太太扶下车之后，这老太太还有一只手还在摸着那个项链，摸着那个小戒指。等过了几天呢，又接到这个老太太约车的电话，按照要求，亚当斯开车到了他这个约车的地点之后，老太太说你到楼上几号房间来司机就赶快上去看，一看这老太太在那个屋里头她那什么柜子门行李箱全都打开扔了一地。怎么回事老太太说你看见我那个戒指没有司机亚当斯明明看见他们分手的时候，老太太还用手在捂着那个项链那肯定没有在我这儿但是老太太那个眼神那个表情，那种叫做绝对的期盼，那种几乎几近于绝望的那种眼神状态的时候，他就没敢争辩。
一看老太太绝望的眼神的时候，就没敢回绝她，说那好吧，我去找找看看，说不定能找着。他为了安慰她，亚当斯知道那个下了车之后，我们俩这个告别，你还手里捂着那个项链，怎么会在我车上呢？对不对？你看着像宝一样的嘛，明明就没在我车上嘛。但是这个司机心好，就是怕他觉得绝望，就心软嘛。说是你这个戒指对你来说怎么这么重要啊？就问着老太太，老太太就讲了，这个很多年前就是应该比较年轻的时候，她和她丈夫就不能在一起过了，就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呢，就和她这个女儿呢相依为命，就是母女俩相依为命。这个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过日子，真是非常不容易。那尤其是早年养家糊口就很难，你吃饭都难，不是说留了一大笔钱，你反正买啥就买就完了，没钱你要自己去干活。所以养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的存在也给当年的这位母亲也带来了很多的拼命的精神，拼命的工作养活孩子，为了孩子也得好好活着。你看看，反而让他有了种生活的勇气，工作的勇气，工作的力量。让他每天的很辛苦的工作，但是每天回家看到女儿之后就很开心，这就是我的安慰，什么疲劳都忘了，就是这样。尤其因为他们母女俩相依为命啊。可是有的时候命运捉弄人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到9岁的时候遇到了一场车祸。等这个妈妈赶到医院，看到女儿奄奄一息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说起来心有点酸这个孩子就说，妈妈，我不能陪你了，你可要好好活着虽然我不能陪你了，你看你给我买的这个定做的这个戒指还可以陪着你说这好心酸了。当然这个小孩就永远的离他而去了。从那以后，这个戒指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妈妈的脖子，一直挂在脖子上。这也是他接下来继续活着的勇气。听完这老太太讲这个她的这个身世经历亚当斯感同身受，他也想念自己的女儿。自己女儿当然活得好好的，但是父女不能相见，因为贫穷，就感动的直抹了眼泪，所以他之后就走了。反正有一种身同感受的感觉。说我肯定觉得你的戒指是落在我的车上，我一定帮你找着。当然他不用在车上找，没有在他的车上。这个司机呢跑到一个比较老牌的珠宝行，就去为他重新定制一个。因为在他们家拿那个老照片看他小女儿当时在世的时候手上戴那个戒指，那个照片他也要到了，要到之后就到那个老珠宝行说我要定做一个非常恳切迫切，说你要定做现在都不做这个样式了，对不对？我们的宝石也不是这个镶法了。我们提醒你你这么急迫迫的定做就会比较贵，如果平时买就几千块，你这么急迫的买的话，定做的话至少2万美金。亚当斯一听，牙一咬，脚一跺，行，我出这个钱，想给这老人家一个安慰嘛，这都是老人家的命根子一样做最快一点说那我们再赶快也得3天，我3天已经非常快了，我们还晚上得加班赶才能做出来。果然这珠宝行也是个老字号有信用，3天以后做好了。亚当斯一看和照片上差不多，色彩感觉差不多。你想花了亚当斯多少钱呢？亚当斯他的存款就3-4万美金，这一下花2万，一半存款没了。对个穷人来说，这是多大的一种心胸但是他还得假装找着了，就赶快去找老太太就是老太太找着了像您说的果然在我车上。老太太一看了看戒指，一打量，你想她天天戴着，对这个戒指多熟悉戴了几十年了，那太熟悉了，一看就不是她那个原配戒指。这老太太不知是哭还是笑，但是还是眼泪汪汪，就抱着亚当斯痛哭了一场。
哎呀，这你是个好人啊，感谢你给我找着这个戒指了。可能留下了姓名啊、联络电话呀。但是1年以后，有律师来找着亚当斯。到了律师行之后，律师给他说，有一个这个老女士，她已经去世了，现在留一封信给你。打开那个信，就写到说，这个亚当斯哈，你真是个好人啊！我叫什么名字？我就是那个脖子上戴着戒指项链的那个老太太。当时我的这个戒指丢了之后，你呢隔了3、5天之后拿来那个戒指，我一看，那个不是我的，因为我那个戒指我天天戴着，特别熟悉，虽然很像，但是不是。还有呢，我女儿那个戒指在里面当时有打上她的名字，可是你不知道我女儿的名字，也不知道里头有名字吧？所以我知道你用心良苦，为她重新做了一个。说你是个好人，你这个好人应该得到上天的眷顾，神会爱你的。我决定呢，我会让律师把我的全部的遗产全部交给你。老太太不是个富人，但也不是个穷人，她的拼命工作努力哈，她接下来就是一个人花钱，但是她挣的钱还够多，所以呢，她有一套别墅，还有一个那个楼房，所以过这2套房子多少钱呢？对吧？那一套别墅的话多少钱呢？那别墅再便宜也得超过100万美金嘛。楼房那一套最少超过50万美金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呢，还有2枚戒指。他说我女儿那个戒指后来在我的行李箱之中找到了，我收拾箱子的时候掉到我的箱子里去了。等过了几个月之后哈，这个亚当斯这个司机呢，带着他自己的女儿，并且每个人脖子上挂了一个项链，去老太太墓地上去感谢她，充满着伤感的一个故事。无论贫富，请永远保持善良。在很多国家哈，就是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出租车司机就越穷。我记得20多年前我在香港坐出租车哈，他们一看我们内地去的，都希望他喜欢聊的跟你聊聊天啊。完了，你看你们我们坐你一会儿车收好几百呢，那时候港币对不对？和人民币差别不太大。哎，你看你多有钱呢。他说你不看你买一个盒饭多少钱，一个便当盒饭多少钱，对不对？其实我们挣得多，但是物价太高。他说你猜猜我有几套房子？他这么一说，我说5套。他说我1套都没有。而你们收费这么贵，你还1套都没有？你都干嘛了？你赌博了吗？他说不是，太贵买不起。他们用一生哈，不抽烟不喝酒，天天下了班往家走，这种人，这种男人都买不起房。他们住在那一些就是几乎叫非法建的那个自己搭起来的铁皮屋里住着，知道吗？要不就买的特别偏远的，对不对？就是便宜一点的房子，他开到香港市中心来超过1个半小时，那生活又不太方便哟，对不对？就是那样的房，他都要通过开一辈子车，他都不一定买得起这套房，都要用银行的那个按揭。我们说这个亚当斯这个司机哈，他一共3、4万块钱的存款，你看他为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得到一点安慰的感觉，还不是救命，这种安慰的感觉花了他1半的存款。布施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贵，但是有这种富贵命的话，必定会富贵。这个真是见证了这一点。好人有好报，好人有好报，布施会富贵，了不起。自己给点掌声。献给这一对善良的母亲哈，了不起。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消灾延寿念佛班第4天。今天呢，我就不想再讲我们新的经文的内容，就是当我们有某种倾向的这种，就是内心的那些麻烦哈，因为贪婪啊、嫉妒啊，还甚至是说，
吝啬给自己和未来带来的麻烦带来的伤害都是那么巨大的这样大家就算学到了其实就是说，大家在听开示的时候和念佛有类似的效果，你也在一边是通达的道理，第二个的话也得到佛菩萨和诸神灵对我们的加持护佑在神佛面前，在神灵面前，他看你，他觉得对你很满意、开心，那么可能你一个很要命、很顽固的疾病，可能瞬间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是用最真诚的心来念佛。只要我们的真诚、真心能够表达出来的话我们甚至在念的时候，我们甚至身体出现疲劳我们的腿甚至又酸又痛，但是这个每一份酸痛就消一份大的罪业，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比如说本来可能要得癌症或者心脏病或者是短寿的，当我们的真诚的诵念真心发出去之后佛菩萨看着我们觉得说这个孩子还值得拯救，那我就把好运送给他吧。佛菩萨就这么想，他想到你的时候，你可就是真是有福了。又健康又长寿又聪明又漂亮。所以这点苦都不是苦了，太难得的机会了好，我们一起诵念。电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兰扎萨摩，卡迪索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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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
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迪梭哈殿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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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
地娑哈，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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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娑哈，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
达萨摩嘎德梭哈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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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萨摩嘎德梭哈殿塔吽贝堪则
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德梭哈殿塔吽贝堪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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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德梭哈
电塔红北看这北看这马哈北看这兰扎萨摩卡德索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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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红北看这北看这马哈北看这兰扎萨摩
地梭哈，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地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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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
南无萨摩嘎对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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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萨摩嘎对梭哈，电塔吽贝堪则
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德梭哈殿塔吽贝堪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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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德梭哈
电塔红北看这北看这马哈北看这兰扎萨摩卡对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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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红北看这北看这马哈北看这兰扎萨摩
地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地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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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
兰扎萨姆卡迪梭哈电塔红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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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扎萨姆卡迪梭哈电塔红贝堪则
被看见，玛哈被看见，兰扎萨摩，卡迪索哈。大家何时感恩？感恩大慈大悲药师佛，感恩一切佛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为我们消灾灭难，为我们健康长寿，我们无限的感恩。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就是正常的盘坐，那我为大家做一些吉祥、健康、长寿的加持。那我们在网络那一头的朋友们呢，在世界各地哈，那你就正常的这样听和看就好了。那我在做动作的时候是重复在做，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啊。原则上你看到我在做什么，你就闭上眼睛听啊，就可能会接受到这个缘分啊，接受到这个神圣的能量，可能让你的某些病痛很有可能立刻就消失。也有一些部分呢，是之后，或者是几个小时之后，或者是2、3天之后，啊，那种病痛会消失。所以这几天呢，大家还注意要保持相对的清静，尤其是保持吃素、不生气、不骂人，这个不发火，啊，保持清静、平静的心，保持一颗清净、充满着爱的慈悲心，啊，这样效果才更好。那么这个期间呢，有基本的戒律哈，啊，不要抽烟呐，不要酗酒呀，啊，还有很多你觉得不太适合做的事情就不要做，啊，最好是吃素啊，吃点青菜啊，比较好。你要想效果好，你要跟我配合，就是这些注意事项你要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呢，那个效果就会打折扣了啊。如果配合的好呢，可能效果会很好。有多好呢？也许有些人很严重的，甚至是看似要命的病，也许得到了缓解，或者是康复了啊。那不是这么严重的病呢，也许好的会更快一些。比如说，在我每一次加持之后，有很多人得那个午时间呢，这个手啊就不能梳头，不能摸到自己的后脑，甚至是不能摸到自己的耳朵，手都举不起来。那加持之后，通常当场就可以。还有很多腰痛的，就是弯不了、动不了，啊，当场可以捡地上的东西，甚至是跳。这个是在我在加持法会上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听起来很玄是吗？我们接下来做的试试看哈。你就随意吧，你没有什么动作，你只管接受就好了啊。但是呢，如果你正在听的朋友，这些健康问题，甚至是运气问题，甚至邪病的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你的亲人身上，可是你的亲人这个时候没有听，那最好的方法是让他邀请来一起听、一起看，
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你要想到他，或者有他的照片放在你跟前，好像他在得到加持，至少有一个讯息给我来进行连接上，效果就比较好一些。
好，诸位，感谢大慈大悲药师佛加持，为我们消灾去病、消灾灭难、消除一切痛苦与烦恼，让我们健康长寿，让我们所想到的人都能够消灾灭难、健康长寿、出入平安、如意吉祥。好，我刚才呢，在大家念佛之后，再为大家呢，砸核桃，为大家加持，希望大家今天会收获，健康快乐啊。好，今天呢，我的感觉很愉快哈，早就憋着劲儿给大家好好借佛光啊，借佛力，为大家加持啊。对，希望明天呢、后天呢，听到大家更好的见证和好消息。这个呢是一串老沉香珠，配着3颗小的老天珠。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位置这一颗呢，一面是个圆圈，一面是个方块，这叫天地天珠，叫天地珠。这里头3颗都是老的，这一颗呢，第2个大的呢是叫两眼天珠，2个都是圆眼睛，两眼天珠。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像玉米粒这么大的这一颗呢，就是虎牙天珠。这里头每一颗都是500年以上。这里头有一颗里头大概有超过30颗红色的朱砂在里面出现。这个朱砂就是修行者修行密法的时候，密法的咒语起到的作用。是这个石头本身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是通过修行人，这个珠子自己不会修行，是使用的这个修行人的修行很好，不但自己有这个朱砂痣出现，并且这个朱砂痣长在这个天珠里头去，这才叫本事。这样的天珠里头有1颗朱砂，我觉得都是真的是叫大吉祥如意。带上它这一串珠子，我就会觉得就像买了一种看不到钱的保险一样，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老在哪里呢？念佛加持力多了，你平平安安，咱不要说你带上去发财，不要这么想，你带上它平安，那就是福，那就是赚了钱了。你带上一个有加持力的这样一个法器，它又轻，绑在脖子上，戴在手上，装在口袋里都可以，它又不占地方，所以你吉祥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好，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传说中的天珠，已经都不成样子了，都不像个珠子了啊，因为它给打掉了好几小块都。放大之后呢，大家看里头那种暗暗的小红点，它到底有多少颗呢？没人数得清。整个这个珠子周身都是，而且真正的这个朱砂它是长在里头的。那这个珠子的手感和你的视觉效果又像骨头，这个是超过1000年的周身朱砂的难得一见的老天珠，就是你有钱也没地方买。请问师父，为什么这颗老天珠上面被砸出了许多小坑洞？有什么作用吗？在西藏呢，他看病就是看藏医嘛。藏医呢，就是本地土医和印度、尼泊尔还有中国中医综合的一种医学。但是他们因为西藏是全民信佛，全民95%的人信佛，所以他们在这个很多这个藏医就认为呢，修行人戴的这个天珠，它是有医疗效果。比如说安神，
镇静，治那种血液病，还有什么病我就说不清了，尤其是与这种邪恶邪气的那种相关的那样的疾病它有效果。但是人家谁一颗最贵重的天珠给你呢？他会找到真的不知道要花了多少钱找到佩戴这个天珠的人，而且这个人还要特别吉祥。那个藏医拿个小错下来一点，就是配药进去，所以这里所错过的地方加起来应该至少有几十次上百次了，就是很多地方都磨损了。因为佩戴者修行的特别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历代传承大师戴过的珠子，对，历代都在修，所以它是周身内外全是朱砂。我相信比你们在网上听说到的那个天珠还要稀有，那最多有很多就是一个名人佩戴过，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效果的，很少有。那这个好处佩戴者会怎么样呢？如果你自己不去乱做事哈，戴上它就是护佑、吉祥、平安、镇静、智慧，反正一切像佛的那种智慧中的一切好，就会在你生命中呈现。那么原则是你自己不要胡来胡搞，对不对？你说戴上珠子，我就躺在马路中间看能不能压死我，你这样的话，那自己找死，佛都没有办法，对不对？就是说你正常好好做人，一定是如意吉祥。所以呢，戴这部珍贵的这些珠子的时候呢，你在干那些粗活的时候，你比如说在建筑工地，你这个珠子呢挂在外面很长，总是碰那些石头板呐、碰砖呐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容易碰坏了、碰断了啊。所以那个什么东西断了也觉得也不太好啊。还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不太吉祥啊，让你胡思乱想。所以你也分。真要贵重的时候，这些东西你要把它藏起来，这脖子那个你塞在里头，脖领子里头去，对吧？戴在手腕上的之后装到口袋里头，要这样先把它藏起来保护起来。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慈宾请的我们那个有色的那些宝石珠子，它会不会适当的掉色呢？我告诉大家基本的科学知识哈，如果我们洗碗、洗澡、洗衣服做饭也带着这些珠子，尤其戴在手腕上的时候是最容易掉色的。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大家知道宝石是这个地球上已知最硬的东西，对不对？不是，钻石是最结实的吧，最硬的它就不会被磨损吗？如果你买过钻石之后再想卖回给原来的钻石店，你才会有这个经验。如果你没有卖过，你也没这个经验。不管多硬，只要戴过1年，上面就伤痕无数。它已经有伤痕了。你找那个原来卖宝石了老板，你去问，原来10万块钱买的，你现在5万块钱都卖不了。除了人家要得利润之外，它上头已经磨损了。如果他还想卖，再卖就是旧的，已经有磨损了，那个价值10万块钱的，现在最多卖2万块钱，就已经算很幸运了。要么比较大的钻石呢，这个宝石商还要找那个专门磨宝石的那些师傅来再把它进行磨修整。10克拉的钻石戴上几年之后，在打磨完变成精美的时候，只剩下8克拉，它本身已经折损了。所以就是这么结实的钻石，它都会被磨损。请问什么的颜色不掉色呢？它任何东西它不是一成不变，它一直都在变化之中。大家记住这个概念哈，不是我们那个质量不好，它天然的成分就是如此。尤其是你戴我们的紫檀珠，还有那个像沉香，还有黄花梨这些珠子，你在洗任何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摘掉。有的人说图吉祥又懒，尤其戴在脖子上，我懒得摘，洗澡都冲它，就是钻石都会弄坏了哈。千万记住要保养。所以任何的你的首饰带有宝石的或者是金的，我的经验是你不用了之后，你说我要存放几天，对不对？有很多人有几个首饰换着戴，没关系，这是个好事，你变得美啊。但是你最好一定要用湿布湿巾
先把它清洁擦干净，再用干布或干纸把它擦干净，要仔细一点哈。擦干净之后，最好放在一个首饰绒的首饰盒里头放好它，要么装在一个厚的塑料袋里头，而且这个塑料袋再不要装别的东西，就避免摩擦，你才能多戴一些年，包括颜色和它的完美度才能保持更久一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只是我们平时有的人比较豪爽粗鲁惯了，就像在建筑工地干活一样，没有一个细致的部分，所以戴任何的珠宝都容易损坏，所以你越细心一点，这个珠宝才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掉色啊。能掉色是正常的，你要学会保护它，千万记住哈。老的天珠通常不需要抹油，像我的天珠，我就会拿一个塑料袋，就是能自动封口的塑料袋，我把它装进去，塑料袋把它封好，因为我那个抽屉里不放别的硬东西。如果说可能不保险，我套2层塑料袋就够了。我要看到它里头是天珠呀，你在找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找啊。就是我放东西是这样子的，放2、3层厚的塑料袋已经足够了，可以保护它。我是不给这个珠子抹油的，但是你戴过了之后一定要擦干净，因为它有汗渍和污垢啊，你要不清洁的话，它会弄脏的。这个天珠它的原来的色不是这么浅的，它经过1000年的佩戴之后，它虽然不像衣服变色那么快，它也在变淡的，而且原来的那个部分有些变成透明质，有些变成玉质，它的质量在你肉眼看的时候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看不了1000年哈。但是新的时候没有这个样子的，它新的时候是完美完整的，就经过那么多年之后，它的颜色一定会发生变化。感谢师父的讲解。网友还有一个问题，黑色中间带白纹的药师珠非常好看，请问这颗药师珠与药师佛有关联吗？为什么叫做药师珠呢？这个药师珠我先解释哈，其实我们在网上放的我这些珠子都可以称为都是宝珠类，但是如果仅仅用天珠这个词会局限住了，因为天珠有的时候大家说对这个纹络才断定叫天珠，我们只有叫宝珠就好了。所以它经过这个修行和祝福，这个珠子同样是灵性的宝珠。好，那我们说回药师珠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小黑球，中间一道白线，这就是大家一般公认的药师珠。这个和药师佛有关系吗？有，这个是大家对佛教研究的深度如何来决定的。我请到一尊药师佛，是汉地的，后来我在网上又看到了人家拍卖了另外一尊药师佛，是藏地的。这2尊佛都是有一个同样的动作，就是在他右手中都拿了一种植物的果实，有点像橄榄，那个东西都有名字，中国人把它熟悉它就简称叫药壳子。这是一种植物中的果实，也叫壳子，它的发音叫呵，药盒子，药壳子。在佛陀时代，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电的这种播音设备，对不对？他不要说对10万人去讲法了，咱们对200人来说话，后头人就听不清，没有喇叭，连纸喇叭都没有，大家成天去，第一个就是问话，我有烦恼有疑问问佛，佛总是要说个不停吧，就像一个超级咨询师，对吧？什么百姓国王都来问，都得去帮他们，都要讲，这是第一个，费嗓子。那么第二个，为大众说法，来了一群人，我们听佛来给我们开示，我们烦恼很多，没有喇叭，他用嗓子，所以为什么叫狮子吼啊？那个声音很宏大，尽量的把声音变大，大家才听到。在佛陀当时是一个人体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嗓子废得很厉害，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人推荐了这个药盒子之后，佛陀就使用这个果实含到嘴里，或者他的某种使用方法，
使他的咽喉清凉滋润，这个哑一点的嗓子就变得舒服很多。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药。一般在藏传佛像之中的药师佛手里头拿那个花，就是这棵药树的那个一个花枝。那么更有古代的佛像之中就拿了一个就像一个大核桃一样长形大核桃那样的那个东西的话，就是这个药叫药壳子。这个树在广州的某个寺院都有，因为印度僧人当时登陆通过海上过来，就是在广州登陆中国，所以最早的把这棵树种子种到中国的也是印度僧人，就在广东种的多。拿到中国来之后，大家纪念这个东西呢，就有很多人把这个宝石和类似的宝石把它磨成这个药盒子，这个佛所推荐这个药的样子，来戴在自己的脖子上，让自己健康，让自己这个胸部、炎症、肺部、气管都能好，还有能获得佛陀的这个表达力和智慧，就是磨出这个样子，俗称唐巴郎。那所以这个药师珠这个样呢，是缩小的药盒子、小药丸。这个圆形的这个珠子呢，最早的制作的时候，最正宗制作的时候，是用这个药盒子和至少32味药把它煮出来的，煮成这个样子，就把这个宝珠煮了之后变成黑珠。煮出来的功能，第一个叫做镇静、辟邪、安神、助睡眠、挡邪气，顺利的能够行住坐卧、睡眠、平安、吉祥，还有不生癌症。这就是他当年这还用这个药煮这个石头这个珠子的最早的这个启蒙点就在这里。但是这个白线到底怎么留下来的，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最早他们在取这个宝石的时候，可能这个宝石的中间这条线怎么染也染不上色，就是这样，他就取了这个样。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秘密，如果这个珠子横过来这样拿，穿孔的这一面对着你的时候，它后头这个圈是白的，前面不就是眼珠吗？这有附会于天珠本身用邪恶之眼去驱走一切邪魔的这个道理。横过来看呢，叫通天达地，一切畅通无阻，也可以说叫智慧畅通无阻。什么是佛呢？中国的佛就是个药师珠，单立人是指人，是吧？那个拐了弯的那个字之后，两条线就是通天达地，和药师珠中间这条线不一个道理吗？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牵强附会，这就是我的理解。药师珠的名字这么来的，这是个灵丹妙药的药丸，所以这些宝珠的好处是方便携带，非常的方便携带又有这么多吉祥的寓意，所以大家都不是做盲目的信仰，都是为了健康、长寿、平安。你看最早的那个天珠那个寓意，都是晚上怕黑，总觉得有邪气在盯着他，或者让他犯邪病，对不对？都是通过这儿开始要想方设法怎么对治这个问题。当然一般天珠你戴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毕竟是大家的一种期望，这样才有了最早的那个天珠那个样子。但是用过特别好的那个天珠，它那个能量是极强的，它天生长出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就像我刚才拿的，有的像过电，有的身上发麻，还有的身上会感觉刺痛，它是有很特别的。所以大家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些非常传说中的天珠给大家见识一下这个看到就不容易那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现在我们开始收工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
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哀非哀，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
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我们明天再见。药师佛以慈悲智慧的大光明，照耀无量无边的世界，呵护一切有缘众生。在药师佛前真诚供灯，能获得药师佛的关爱与指引，消灾延寿，遇难成祥，消除烦恼，健康快乐。敬请访问菩提学院网站办理供灯手续。此次供灯可为在世亲人点燃药师佛结缘灯、药师佛爱我祈福灯和长寿吉祥光明灯。愿药师佛关照呵护我们的在世亲人，为他们带来吉祥、幸福与光明的人生。也可为往生的亲人供上永驻东方极乐世界超荐灯，祈愿药师佛接引往生亲人快速解脱，永远安住在东方琉璃世界，自在安详。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